烧鸟，今天我们挑的这家店啊，有非常特殊的含义，它是我在东京拍摄的第一家烧鸟店。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啊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我的烧鸟处女座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烤的鸡都是用的日本非常名贵的那种土鸡，也是他们跟别家不太一样的卖点。我们现在是6点，已经到了。那么就是说，贵族的鸡肉和超市里面那种很便宜的鸡肉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但它要是不好吃，我们就把它那个了时隔了2年，他们家有什么变化呢？就是当时那个递水的小哥，好像成了现在这家店的店长啊？什么呀？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想说废话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予約した量です。别的店都是以生肉开始，他们家是以生菜开始，就是说一个剑走偏锋。我们开始吧，萝卜、茄子、南瓜、杏鲍菇，这些菜煮熟了，其实我都很喜欢，但它这么理直气壮，我们也只能吃了。第一串非常的特别，全熟鸡胸肉。我觉得它高明的点是，鸡皮和鸡胸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就是它的鸡胸肉上面裹了一层鸡腿的皮，鸡腿的皮在烤的焦脆之后，就像是一层薄薄的固体脂肪包裹着鸡胸肉。然后这个是每家烧鸟店都非常卷的一个菜，就是解腻用的小菜，可以免费无限的加，直到他们家倒闭，所以也是我最喜欢的。接下来是半熟的鸡胸肉，它和全熟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吃起来像果冻，配上今天现磨的芥末，有点辣，还想再来一串。这可能是我在整个烧鸟界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就是鸡脖子。CCD 也是我最爱的，我真的很花心的。今天这一串格外的弹，可能是因为它今天挑的筋比较多，就会有那种软中带脆、脆中带软的口感。这鸡翅，今天的鸡翅有一点敷衍，外边看上来今天这串鸡翅有点过于焦脆了，但是牙齿咬下去破皮的那一瞬间，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往你嘴巴里面喷那个油水。烤青椒吃起来一点都不辣，这一串烤的特别像成都的虎皮青椒，但是加的是照烧酱。哇，好过瘾啊！接下来是贵族版的炭烤小土豆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银杏，但是我觉得它今天像烤芸豆。然后是葱煎鸡腿肉，这一串吃多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卷葱和酱汁的味道，鸡腿的滑嫩就是为了衬托。接下来我们该吃点菜了，2串一起吃真的很过瘾。下一串是油光发亮的鳕鱼鸡肝，它甚至还有点像温泉蛋的蛋黄，一口下去，一整个胆固醇就糊住了你的舌头，所以它才叫鳕鱼鸡肝。它里面都是血，它是怎么烤成这个样子的？内脏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呢。接下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吃提灯呢？但他们家并没有，他家的特色是蛋叶肉丸，它里面是微妙的孜然调味，没有藕丁或者脆骨这种丰富口感的食材，但是它在里面加了鸡皮，我操，这太厉害了！千层鸡皮啊，它其实看着更像千层薯片，它是煮好的鸡皮在烤的，油脂丰富的像能吃油渣。他家的鸡心我其实并不是很认同，我还是觉得它不应该切开烤，你们汁水都跑光了。然后在日本吃鹌鹑蛋是最幸福的，它外面是熟的，但它里面是温热，也不知道师傅用了什么办法，很怪很好吃。今天的主食放眼望去全是料，炭烤的鸡腿肉和鸡蛋也粘在一块儿，轻轻舀一勺，像什么亲子寿司啊，肉香加蛋香加米香，就是碳水和烤串的双重满足。最后一碗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收尾，非常高级的一次体验。没有提灯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下次我们应该去大阪单独吃一次提灯。好了，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尼泊尔料理，等一下它是什么菜啊？其实尼泊尔是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，更别说这个地方的料理了，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但是我还是去查了，我网上搜到的图直接把我看饿了。对，它应该不是那种普通的辣椒。于是我就去选了一家东京评分最高的尼泊尔餐厅。又到了吃异国料理的日子啊！它在一个非常破的楼里面，连续4年获得日本的百名店。2017、2018、2019、2022。进店之后的装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西双版纳的感觉。すみません。16時45分予約した量です。尼泊尔人说日语，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像日本人说中文。第一个开胃小菜，我看上去就觉得很辣，不像那些日本料理呀。它其实是一个辣炒羊肉，味道很像小时候学校门口卖的那个5毛钱一包的那个辣条，但是它是肉做的，嚼两下也很像我们四川那个红油兔丁。它这个是真的辣。第二道菜是水球饼，听老板说是尼泊尔的特色小吃，怎么感觉好像在印度的博主视频里面看到过？它就是一堆脆脆的圆球围着一堆蘸料，初生牛犊不怕火，拿起一颗球灌满蘸料，一口塞进了我的樱桃小嘴。干净又不能说，咬开那个脆壳的感觉，特别像山东煎饼里的薄脆。然后紧接着就是烧烤调味的汤汁和咖喱味的土豆泥，它还带了一点柠檬的酸味和薄荷，但它几个味道还是挺配的，像是菠萝海鲜炒饭这种派系，像一个开胃小菜。我发现这个小菜的吃法了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球里面，辣炒羊肉配水球饼，我操，有点意思呀。下一个菜是鸡蛋肉饼，它在盘子里看起来莫名的普通又自信，看得我满脸疑惑，好像跟我们国内的一样。吃之前我以为它会和四川的锅盔一个味道，但它其实是那种比较松软的孜然咖喱味，就很吸味，但它可能更像柔软版的锅盔，但里面换成了烧烤咖喱味的猪肉馅儿，还挺好吃。芒果奶吸到了，没什么芒果。我确实想感叹一句，尼泊尔料理比我们之前吃的地中海料理好吃多了，没有拉踩的意思，主要是这2个菜系都用了很多香料，但是尼泊尔的搭配我更喜欢。接下来就是非常出名的尼泊尔饺子，又是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。它其实这个设计和灌汤包有点像，只不过它那个汤在外面，因为它那个饺子里面也是汤，吃进去先是那个薄荷的味道，然后是经典的烧烤味，再是有一点肉馅里面酸菜的味道，就是饺子的部分特别像泰国的冬阴功酸菜饺子，非常的吃不腻，甚至有点像韩国菜。我觉得他们家有个特点，就是看起来都特别丑，但是味道就都是让你难以想象的那种美味。果然我的预判很准，这个菜还是很丑。尼泊尔人炒沙干，哇，这个吃起来真的就新疆味了，口感
感像是先卤后炸的乐山串串，但是这个更干。要非常注意的是他们家那个辣椒，真的要小心，它大概是小米辣的4、5倍的辣度。我有个四川人，颜面扫地。下一个菜是炸蔬菜，这个吃起来像韩国泡菜饼，油香蔬菜，活不到150了。下一个菜长得很像印度的芝士馕饼，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巨奇妙，我来形容一下，就是它像东北糖里面加了芝士，然后有一种很浓烈的水果味，就是它不仅有奶香，它还伴随着一股介于蓝莓和百香果之间的水果味，有点接近香蕉或者菠萝味的印度飞饼，深入舌根的奶香味。这家店不愧是拿了4年的百名店，太惊喜了，这个味道。最后一个端上来的菜是他们家的主食的主食，中间那个造型，它这个吃法好像还有点复杂，大概就是用中间那个糊就着各种配菜吃。它这个特别适合没有牙齿的人吃，它不需要咀嚼就可以很顺利的滑进你的食道。这算精致碳水吗？羊肉咖喱吃起来特别像国内的烧羊肉，就是这一圈菜吃下来都有一种莫名的咖喱味儿。现在我感觉空气里都是咖喱味。好啦，每次吃这种异域料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可能体验不同味道的旅程才是最开心的吧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们吃了这么多才吃了7000块。你们好奇吗？把牛排做到全美国公认第一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也没吃过，不过牛排不就是煎个肉吗？有什么好装的呀？今天这家餐厅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贵，它是在去年的年底登陆的东京，现在已经过了整整1年了，它还这么难约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去见识一下纽约名副其实的第一牛排馆 Peter Luger。他在过去的135年都被评为全美第一的牛排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好大的排面啊！他要是不好吃，我就把他骂死。我也是最近才预约上，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。他家在美国纽约有2家店，然后第3家开在了日本的東京，就在惠比寿那个地方，全日本最好的餐厅都在那儿。站在他家店门口，有一种莅临美国哪个富豪庄园的感觉。すみません。11時半予約した料です。有一说一，我还是头一回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吃饭，有一点点的拘谨。我们还看菜单吧，演示一下我们的紧张。上菜了，开始吧。他家的餐前面包会有好几种，我们选择了一个小法棍，但咱们就是说，它比法餐厅的法棍还要硬点。小圆包就非常软了。不过面包只是为了引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家的秘制果味烤肉酱。正好我们的第一个主菜就端上来了，厚切培根。这个外貌其实不算特别惊艳，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表面还冒着油泡，好厚啊！我真的很爱厚切的猪肉，咬开最外面那层已经被烤得酥脆的皮之后，就能吃到里面比较软嫩的肉和油脂。它会稍微有点肥，但真的很香，空口吃2块会很腻，所以就要搭配旁边的烧烤梅子酱，厚切就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体验。下一盘的烤鱼就清爽多了，三文鱼搭配烤过的西兰花，还有几瓣柠檬，这也不得瘦死。美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实在，他们家这个三文鱼真的很出名，它会把里面的鱼肉烤得非常的嫩，你甚至用刀背轻轻一拨它就开了，一口吃进嘴里还没嚼，就嘴巴里就会充满鱼肉的鲜味，而且因为它温度刚刚好，里面的鱼肉吃起来会很有韧劲，纤维感非常足。我还想再夸一下他们家这个酱，这个酱有卖的吗？然后接下来就是牛排了，这种瞩目下迎来了今天的主角，牛排还在滋啦滋啦的时候就被端了上来。然后他们家不用选部位，只有剔骨，然后它一半是菲力，一半是纽约客，也是2种完全不同口感的肉。牛排也都是当天从美国空运过来，经过28天的干式熟成，且是美国最高等级的牛肉 USD Prime， 所以它在日本可以卖到4万多一盘。来吧，一起来品尝一下号称是纽约第一的牛排。第一口我们吃原汁原味的，因为是干式熟成，它已经过滤掉了多余的部分，所以嚼起来会很轻松，还完整的保留了肉里面最精华的汁水。烤的过程中应该只用了黄油和盐调味，就是进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肉很肥很厚实，接着是只有干式熟成才会有那个咸咸的汁水的味道。熟成的那个味道就是像鹿肉刚刚做好之后那个木材的味道，跟日本和牛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口感，它是那种外脆里嫩的感觉，就是最外面那层焦脆的肉真的太上头了，有点像川菜里面干煸过后的牛肉，让人特别上瘾。然后你咬下去又能感受到里面的肉的柔软和牛肉些许的脂肪，哇，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。他们家这个西兰花上面全是油，所以会觉得今天的蔬菜环节格外的轻松。剔骨左边的里脊肉吃起来会更柔软一些，相比刚才比较有弹力的菲力会更好嚼开，可能因为它牛肉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，就算是熟成之后你也能吃到牛肉里面那股奶香味。最后的最后他们家没有甜品，但是会给你2个金币巧克力收尾，他就故意让你有一种做富豪的错觉，但他们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国内10块钱买一大兜。总的来说这家店我非常的满意，店里也很有历史感，有种百老汇老洋房的感觉，所以1分钱1分货，这么有名还是有道理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好贵。